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老王看历史。今天老王来说一说5·1国际劳动节的由来和历史。国际劳动节又称5·1国际劳动节、国际示威游行日，是世界上80多个国家的全国性节日，定在每年的5月1日。它是全世界劳动人民共同拥有的节日。1889年7月，由恩格斯领导的第二国际在巴黎举行代表大会，会议通过决议，规定1890年5月1日国际劳动者举行游行，并决定把5月1日这一天定为国际劳动节。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49年12月作出决定，将5月1日确定为劳动节。1989年后，国务院基本上每5年表彰一次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，每次表彰3000人左右。我们现在说一说劳动节的由来。甘草市场惨案。1886年的芝加哥是美国重要的工业城市，工厂林立，无数资本家在此进行资本积累。与此对应的是，工人们生活处境恶劣，大部分工人家庭家徒四壁，住在肮脏不堪、缺乏采光和基础卫生设施的狭窄公寓里，为了糊口，不得不一天工作12至14小时，并随时有失业的危险。大量的工人组织应运而生。5月1日，为了争取8小时工作制的权利，20万工人们组织起来，选择罢工并进行游行抗议。抗议持续了好几天，到了5月3日，在麦考密克收割机公司前进行的抗议中，罢工工人和被临时雇佣来上班的工人发生冲突，警察向人群开枪，打死2人，伤者难以计数。在混乱中，作为芝加哥工人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芝加哥工人报的创办者、工人领袖奥古斯都·史比斯匆忙跑回编辑部，制作了一张呼吁工人们武装起来的海报。一名牌子工人则偷偷在海报上面加上了报仇这个词，这张海报也成了著名的报仇通令。5月4日，无政府主义的工人们聚集在甘草市场广场前，聆听工人领袖的演讲。害怕工人暴动的芝加哥市长哈里森也带着警察前来维持秩序。在此过程中，一名不明身份者向警察投掷炸弹，导致7名警察殉职，67人受伤。此后，警察开枪还击，4人丧命，超过100人受伤。惨案发生后，芝加哥警方拘捕了8名无政府主义工人领袖，并指控他们是爆炸案的主谋。一时间，各团体纷纷和无政府主义工人们切割。但被拘捕的8人里，有5人当时并不在现场。最终7人被判死刑，1人15年监禁。1887年11月2日，声援他们的团体动员起来，请求伊利诺斯州长对他们进行特赦。但在牢狱中的7位被判死刑的工人们，4位拒绝了同志们的好意，3人选择在请求特赦书上签字，其中签字的史比斯也反悔，决定还是和其他人一起共赴刑场。最终，州长决定申请特赦的2人改为终身监禁，其余5人死刑。行刑前一天，22岁的木匠路易斯·林格在狱中吞下藏在雪茄里的甘油自杀，剩下4人被公开绞死。1887年11月11日临刑前，史比斯在绞刑架前说：“总有一天，我们的沉默会比你们今日绞死的声音更响亮。”1889年7月，第二国际巴黎大会决定，自1889年起，每年5月1日定为国际劳动节，纪念此次事件。以下的图片是8名被捕的工人领袖。1890年5月1日，欧美各国的工人阶级率先走向街头，举行盛大的示威游行与集会，争取合法权益。从此，每逢这一天，世界各国的劳动人民都要集会游行，以示庆祝，并公众放假。1920年5月1日，新青年7卷6号劳动节纪念号出版。发表蔡元培劳工神圣的题词、孙中山天下为公的题词和李大钊的5·1运动史、陈独秀的上海后生沙场、湖南女工问题等文章。同时还登载了吕法华工工会简章及唐山、山西、长江等地的劳动状况调查。5月1日，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九江、唐山等各工业城市的工人群众浩浩荡荡地走向街市，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集会。在北京，李大钊领导了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纪念活动。北京大学学生在这一天罢课，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出版了劳动纪念号。
学校内召开了500多名校工和学生参加的纪念大会，李大钊到会讲话。何孟雄等8名北大学生和一些青年外出宣传，散发5月1日北京劳工宣言，唤起工人为反对剥削、争取自身权利而斗争，被巡警拘捕。邓中夏到北京长辛店向铁路工人散发5月1日北京劳工宣言，并发表讲演。这是中国首次纪念5·1国际劳动节的活动，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5·1劳动节。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制作不易。如果喜欢老王的视频，欢迎点赞订阅，以便更快获取最新视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